数据显示，2025年第三季度，上海甲级写字楼空置率高达 21.4%， 创下历史新高。这不是简单的数字暴涨，而是一场关乎信心的坍塌。国际知名商业地产机构戴德梁行与高力国际最新报告显示，2025年第三季度，上海甲级写字楼总存量达1781万平方米，净吸纳量仅为 2.9 万平方米。什么意思？这意味着每1000平方米的空置空间中，只有不到2平方米被租出去。这已经不是市场调整，而是信心坍塌。写字楼是经济的心电图，现在它显示的是一条平线。如果按照目前的吸纳速度来计算，上海需要整整100年才能消化掉现有的库存。100年足够让几代人老去。这不是比喻，而是现实。10年前的陆家嘴 CBD， 一间写字楼月租上百万，仍供不应求，企业排队等房。如今，业主主动降价，免租半年，也无人问津。写字楼与商铺比住宅更能反映真实经济。居民可以靠存款挺一阵子，但企业不赚钱就活不下去。数据摆在那里。2025年第三季度，上海新增甲级写字楼面积达 11.4 万平方米，全年预计新增供应将达到 77.2 万平方米，同期去化速度却比去年同期暴跌 80% 以上。这是什么概念？新增越多，空置越大。就像一个正在出血的病人还在往体内输液。不仅仅是上海，全国的写字楼都在经历一场无声的退潮。根据中指研究院2025年第三季度中国写字楼租金指数研究报告，全国80个主要商圈中，64个商圈租金环比下跌，占比高达 80%。全国写字楼平均租金已跌至 4.55 元每平方米每天，环比下降 0.33%， 前三季度累计下跌 1.39%。这听起来好像不多，但背后隐藏的是持续的恐慌。写字楼租金每下跌 1%， 意味着无数企业在削减开支、裁员、关门。全国商业地产已经脱轨，写字楼还算体面，商场大部分更惨，只能靠5一、11两个节日苟延残喘。在一线城市，商业地产如同 ICU 中的病人；在2、3线城市，则已经进入脑死亡阶段。有业内人士形容一线城市的楼市得了癌症，2、3线的商业地产已经进了太平间。租金暴跌，空置飙升，不只是房地产的问题，它折射出的是中国经济信心的崩塌。写字楼是企业信心的晴雨表，当企业在扩张期，写字楼一层层租满；当企业开始裁员、降本、跑路时，整栋大楼都变成鬼城。现在的上海就是后者。现在的上海写字楼市场其实全是泡沫撑着。目前上海的甲级写字楼中，超过70%背后都有复杂的融资结构，银行按揭、基金分层、信托产品交叉持有。以一栋造价20亿元的写字楼为例，开发商投入的自有资金只有约4亿元，其余16亿元全靠银行贷款、信托资金、企业债堆起来。一旦空置率上升，租金下跌，现金流断裂，这栋大楼就不再是资产，而是负债炸弹。数据显示，2025年上半年，全国商业地产的不良贷款率达到创纪录的 9.7%， 较去年同期暴增 2.5个百分点。上海、深圳、广州等一线城市尤为严重。换句话说，每10栋写字楼就有1栋已陷入债务困境。而这只是冰山一角，房地产企业的商业地产项目正在成为无人接盘的孤儿。根据 Wind 数据，截至2025年9月底，全国商业地产开发贷款余额约 3.1 万亿元人民币，其中近1/4项目
处于逾期或延期还款状态。业内人士披露，多家房企正在悄悄甩卖写字楼资产。他点明了几家典型案例：某沪上知名房企以7折价格抛售浦东一栋写字楼；另一家港资开发商在南京西路的项目，从挂牌至今1年无人问津；还有国资背景的项目，干脆零首付接盘，只求有人接手。这不是生意，而是求生。而那些曾经高喊稳定收益的地产基金，也开始跑路潮。上海一家私募基金经理坦言，我们当年发的写字楼基金，收益从7%变成负数，投资人天天追债。写字楼的崩塌，不仅仅让开发商暴雷，更让金融系统动摇。信托公司首当其冲。根据用益信托网数据，截至2025年9月，全国房地产类信托规模仅剩约9000亿元，较3年前暴跌逾70%。其中相当一部分资金压在商业地产上，几乎无法退出。银行也在被动持有大量写字楼。所谓以租代售债转股资产重组，实际上就是银行被迫接盘。业内流传一句话，银行不是在放贷，而是在收房。银行的压力表现在资产端，表面上贷款未坏账，但底层资产已经毫无流动性。在监管文件中，这类资产被美化为重组项目，但业内人都明白，那其实是死资产。券商更惨，一些以商业地产为底层资产的 ABS 资产证券化产品正在遭遇违约。2025年已有17只商业地产相关 ABS 产品爆雷，规模超过320亿元。这是一个典型的多米诺骨牌。开发商爆雷，信托踩雷，银行接盘，券商产品违约，投资人维权，整个链条被一栋栋空置的大楼拖入深渊。过去10年，每当房地产出事，地方政府都会兜底，可如今连财政也穷了。财政部数据显示，2025年上半年，全国地方政府债务总额突破41万亿元人民币，债务率高达130%，其中超过1/4的地方政府债务与土地出让金挂钩。而商业地产市场一旦崩盘，土地出让收入瞬间蒸发。上海财政收入在2025年第3季度同比下降8.7%，这是10年来首次出现负增长。地方政府已经没有能力再救房地产，卖地不行，发债没人买，财政赤字连工资都难保。为了缓解财政压力，部分地方政府甚至开始以地换债，把商办用地抵押给银行或地方融资平台。这在业内被戏称为卖未来的土地，救今天的账本。有人还侥幸地认为上海的问题只是个案，但数据证明这是全国性的系统性危机。根据贝壳研究院最新统计，北京甲级写字楼空置率20.1%，深圳23.5%，广州19.8%，成都、重庆、武汉等2线城市普遍超过25%，全国平均空置率高达22%。这意味着每5栋写字楼中就有1栋彻底空着。更可怕的是，2025年全国仍有超过4000万平方米的写字楼在建。换句话说，危机的雪球还在滚。中国房地产像一列刹不住的列车，早该停下的时候没停，现在已经脱轨。写字楼崩塌的不仅是资产价值，更是城市的信心。当企业不再扩张，当青年不再进城，当资本不再投资，繁华的上海正在被空置2字吞噬。房地产崩盘不会从住宅开始，而会从写字楼开始。上海写字楼的危机是中国经济的缩影，它暴露的不只是供需失衡，而是整个体系的信心塌陷。当一座城市的中心区都租不出去，意味着连资本都不相信未来。写字楼市场的崩塌
是中国经济的终极警报。它不响则已，一响就是全局性坍塌。